那是啥？天老爷还活着，婶子，你撑住，我带你看大夫。命真大，算是保住了。徐家丫头，我本不该多说，但看在邻居份上，提醒你别惹麻烦。林大夫，您这话是啥意思？你看里面那个娘们儿，细皮嫩肉的，身上穿的都是绫罗绸缎，随便一个镯子能买咱们一条街，遭这么大难，钱财都没丢，肯定是惹了大事了。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唉，药方拿好，总共5两银子。5两？这可是上好金疮药，爱要不要？我3个月卖馄饨的钱啊！姐，馄饨摊怎么没开啊？徐媛媛，你给我出来！林翠花都说了，咱们不是富裕人家，你捡个叫花子干什么？周姨，不是叫花子，受伤了，不带回来肯定没活头。受了伤？那你请林大夫花了多少钱？5两银子。5两银子？徐媛媛，你胆子大了，1个月卖馄饨挣不了2两银子，竟然花5两银子给来路不明的人请大夫，作孽啊！周姨，花的是我的钱，以后肯定能赚回来。放屁！什么破要花5两？林翠花肯定老毛病犯了，看你年纪小坑你，敢坑徐家的钱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姐，这个婶子长得咋这么好看？比观音娘娘还好看。去，出去玩，别吵着人。婶子，你醒了。这是哪里？这是我家，我叫徐媛媛。婶子放心，你的东西都没动，就是我们不是富贵人家，怕惹事，就给你换普通衣裳了。多谢媛媛姑娘。都10几年邻居了，林翠花还坑你，3两银子的药敢收5两，我去他家骂了一顿，把2两要回来了。真要回来了？周姨，这钱好像不止2两。姐，剩下钱是娘给你补上的，娘说家里的花销不让你出，你的钱自己存着当嫁妆，还有1两是老爷给的零花钱，老爷还给我们买了新衣裳，不过老爷给你带的点心让我路上偷吃了，姐对不起。好你这死丫头，怪不得非跟着去老爷家，原来是去偷吃你姐的东西了。哎呦娘，我错了。笑什么笑？你也有份是不是？跟我出来罚站。徐姑娘，你周姨对你还挺好的。周姨虽然是我后娘，但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对我可好了。我卖馄饨赚的钱她从来不要，都让我自己攒着。婶子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熬碗白粥。还愣着干嘛？熬药啊！周姨，你不是嫌我浪费钱吗？我那是嫌林翠花坑人，既然捡回来了，总不能看着死在咱家吧？太晦气，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只会享福的主，到了咱这破落户家里，算倒霉。俩老虎也都凉了，再有一散你跳啊！哎呀，婶子，你怎么下床了？快放下，快放下！在你们家白吃白住这么久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想干点活报答。您这身娇肉贵的，哪能干这些粗活啊？要是实在过意不去，不如帮我包馄饨吧。郑娘子，我想着咱们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好。
婶子，你看，就像这样一翻一拧就好了，简单的很。生病这时间没少吃你煮的馄饨，你这手艺比吃过的所有大酒楼的馄饨都好吃。那是，我的汤底可是独门秘方。姐，这个婶子要在咱家住多久啊？逃难来的苦命人，先让住着吧，出去玩去。圆圆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刚满18，这个年纪的民间女子，恐怕大都早早嫁人了吧？18了，那你家里可曾给你定过亲？没定呢。周姨说了，成亲不能只图早，若是为了银钱匆匆嫁人，日后受苦的是自己。说要多留我2年，等我自己想清楚再说。周姨说呀，这做人就像蒸馒头，得实实在的，不能虚头巴脑的。你这位后娘是个有远见、真正疼你的人。如此坚韧聪慧，又有一门好手艺，若是假以时日。孩儿们，看看谁回来了！爹回来啦！爹，这趟镖走得真久，快擦擦汗。还知道回来。再不回来，我都准备把这2个讨债华卖了。这次镖走得远，主家赏得多。来来来，都有礼物。圆圆、萍萍，这可是城里最流行的珠花，一人一个。姐，你平时在摊子上忙也不爱打扮，把那个没花的也给我带几天呗，好不好嘛？行，给你小馋猫。拿什么拿？还给你姐！说好了一人一个，就算你姐不戴，放盒子里长毛，那也是她的，不许抢。爹，萍萍听话，你娘说的对，还给姐。这个字念商，商贾的商。商。徐家的人都给我滚出来！各位军爷，怎么了？可是有误会？少废话！边关告急，就地征兵。徐家男丁听令，徐大强、徐大锤立刻随我们入伍。大锤才14岁军爷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年头里已经交过免役钱了，官府发过榜，说交过钱就不用征兵。而且我儿子今年才14岁，连把刀都没摸过，怎么可能在名字里？交过钱？现在前线缺人，朝廷新规矩，管你交没交，只要名册上有就得去。哼，14岁怎么了？14岁也能去火头军烧火做饭。军爷通通融融，我跟你们去，放过孩子吧。爹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好大狗胆！本宫离京半日，底下人竟敢阳奉阴违，鱼肉百姓。
婆娘松口！谁敢妨碍朝廷公干？先把名册上的人带走，回头再来查这家人。官爷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要抓我！回去，大人的事小孩别管。阿香，回去吧，照顾好俩丫头，我们爷儿俩没事儿的。这可怎么活呀？你爹老实巴交了半辈子，大锤还是个孩子啊！这去了战场，哪里还有命回来？周姨，爹和小弟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您先吃口面，这面是我用清鸡汤卧的，您平时最爱吃了。吃不下。圆圆，你让郑娘子走吧，咱们家经不起折腾了。你爹和小弟不在了，家里不能再出事了。你藏在床底下的绸缎衣服，我收拾房子的时候看见了。原来周姨早就知道了。只是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周姨，可是他伤还没好，不能留了，这都是命。咱们这种平头百姓，攀不起贵人，也惹不起祸端。我知道了，明早我去跟他说。郑娘子，我进来了。走了？他伤还没痊愈，怎么就不辞而别了？只认识我的名字，这写的都是什么？这东西太贵重，我看不懂。等会儿还是交给周姨收着，免得惹出祸来。姐，娘，我们回来了。大锤，当家的，你们咋回来了？不是去当兵了吗？爹，我以为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们在军营里正准备登记造册，突然来了一队黑衣护卫，簇拥着一位大人物。对，那贵人气派可大了，一开口就不许强制征兵，就把14、15岁的半大孩子都放了。贵人？难道是郑娘子？她刚走，爹他们就被放了，肯定是她暗中出手相助。她到底是什么人？谢天谢地，老天爷保佑，贵人长命百岁。我这就去杀鸡宰鱼，烧一大桌子好菜，咱们好好聚晦气。这酒真香，阿香啊，咱家这算是度过一劫了。少喝点，看你醉的。我扶你进屋歇着。姐，你说那个贵人是谁呀？不知道，说不定会是哪个厉害的大人物，就像说书里讲的那种带刀侍卫，或者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。别瞎猜了，赶紧干活。哟，周妹子，我这又来给袁丫头说亲了。城东那个绸缎部的少东家，可是看上咱圆圆的手艺和模样了，那家底厚实的很。劳您费心，我们家圆圆能赚钱，我也舍不得她这么早嫁人，我想再留她2年，20岁再出嫁也不迟。谁是徐圆圆？圣旨到！官爷，您找我家圆圆可有什么事儿？传皇后娘娘懿旨，命徐圆圆即刻入东宫当差，不得有误。官爷，您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我家圆圆只是个市井丫头。你就是徐圆圆吧？咱家可没找错人，这天大的福气算是砸你头上了，还不赶紧收拾收拾，跟咱家进宫吧？可是我什么都不会，没读过书，我只会包馄饨啊。哦，那就进宫教太子包馄饨吧。教太子包馄饨？太子那是天上谪仙般的人物，这简直是荒谬的借口。这太监莫不是个骗子？官爷，是不是我家惹了什么祸事？
袁丫头只是个市井丫头，没见过宫里的规矩啊！有什么罪罚，找我这个当爹的就行了。求您放过她！别带走我姐，姐姐不走，我不要姐姐走。哪来这么多废话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不识抬举，给我强行带走！官爷息怒，既然娘娘有令要袁丫头入东宫当差，我们平头百姓自然不敢抗旨。只是这来去匆匆的，总得让我们给她收拾一下行囊，换身干净衣裳，一家人再做个告别不是？要不几位官爷先进堂屋里歇歇脚，喝口热茶。阿香，你疯了！真让圆圆去？进了宫还能活命吗？圆圆，还不把你爹、小弟、小妹扶起来，去屋里收拾东西。爹，娘是不是真的要姐进宫啊？姐，你进宫了，是不是就再也回不来了？戏文里说宫里都是吃人的主。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袁丫头往火坑里跳，我这就出去跟这帮没根的东西拼了，大不了一命换一命。爹，别冲动。周姨既然让我们躲在这里，自然有她的主意。我们现在出去只会给她添乱，安心等着。萍萍别哭，进宫也不全是坏事，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不怕的。再说了，我要是不回来了，这间东屋就留给你好不好？你不是馋我的屋子好久了吗？这是娘临走前给我盖的，以后就归你了。姐，我不要屋子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要你在家。其实我心里慌得要命，皇宫那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我一个卖馄饨的市井商女进去，恐怕连骨渣都不剩。太监走了。阿香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怎么走了？能有什么事儿？我跟官人们说清楚了，他们说认错了人，已经走了。都散了吧，该干啥干啥去。太好了，姐姐不用走了，娘真厉害，连宫里的官爷都能说退。认错人了，太监明明连我的名字都叫得清清楚楚。周姨肯定是用了郑娘子留下的信物，冒着杀头的风险才保住了我。袁丫头，带弟弟妹妹去街上买些好吃的压压惊，今天可是把你们吓坏了，别省钱。姐，我要吃那个果子，还要冰糖葫芦。客官里面请，刚到的一批新行头，花色当实行呢。周姨那条裙子都洗得发白了，还舍不得换。走，咱们进去扯几块布，给大家做新衣裳。姐，爹给的钱刚刚不是都买吃的花完了吗？我自己开摊也攒了钱，你看上哪块布自己挑，回头让周姨给你做件最漂亮的裙子。好耶！大锤，你咋不进去？娘说不让我们乱花姐的钱，娘说你每天起早贪黑包馄饨，赚钱不容易。买布料做衣服怎么是乱花钱呢？你是家里的小男子汉，穿精神点才行。快去选一块自己喜欢的。姐，我就要这个，这个耐穿还不显脏。这颜色太老气了，不适合你，像个老头子。这丫头手里有点钱就开始大手大脚，又乱花钱，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娘，你看，姐给你买的布料可好看了，摸着可软啦。这孩子又乱花钱。周姨嘴上抱怨，但我能深切感受到她心底的开心。
在这个动荡的世道，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坐在一起吃顿热乎饭，就是天大的福气。他爹，最近家里面老出事，我这心里面总是慌慌的。慌啥？这不是没事吗？虚惊一场，咱们家日子好过着呢。你看圆圆的馄饨摊生意多红火。前些天那个郑娘子，我看她身子好的差不多了，害怕给家里惹麻烦，就让她走了。你说这些事儿会不会和她有关系？别瞎想，郑娘子一看就是明理的贵人，咱们救了她，她感激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害我们？只盼着以后咱们家能平平安安的。行了，吹灯睡吧。郑娘子有点想她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，过得好不好。我知道周姨让郑娘子走没有恶意，她精打细算全是为了这个家，只能希望贵人好好。姐，外面那个人好奇怪啊，盯着我们这里看了半天了，也不进来，是不是没钱啊？看着人模人样的，估计是落善了，兜里一个大子都没有。正好还有最后一碗馄饨。小哥，你饿了吗？进来吃碗馄饨吧，不要钱。天老爷，怎么有人长这么好看，简直是玉人一般。姐，别看了，馄饨马上就要烂在锅里面啦。趁热吃吧。谢谢。小哥，你是落了难吗？不是落了难。那是什么事儿？怎么连饭钱都没有？完了，就算人家真的落了难，也不会承认。我这不是往人家伤口上撒盐吗？真该死啊，这张嘴！圆圆、萍萍回家了。他走了，我都忘记问他叫什么名字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难道又没钱吃饭了？徐姑娘，在下叨扰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姓徐？听那边传家说的。下这么大雨，吃些馄饨暖暖身子吧。多谢。徐姑娘，在下姓唐，家中行三，外人都叫我三郎。唐可是国姓，你和皇族是本家啊，怎么如今混得连碗馄饨都吃不起了？我又没说我吃不起馄饨，是你多想了。哦，好像也是的。这破针怎么比多肉的菜刀还难使唤？姐，你猜昨天隔壁搬过来的人是谁？不知道，爱谁谁。是那天在咱馄饨摊前吃白饭的那个好看小哥。哎呀，死丫头，没看见你姐正学绣花呢，别吓唬她。哦，那我去找吃的啦。他居然搬到我家隔壁了。三哥，歇歇吧。我看你就不是一个干粗活的人，打杂的事情你以后别干了。干活我确实不太擅长。那圆圆，要不我教你读书识字，或者教你2招防身之术，全当报答你的馄饨之恩。那你教我认字吧，我正好有一封信还不认识。不过读书考功名就算了，我能认识几个字就行，没什么大志向。好，那就这样定下来了。山水有相逢，来日皆可期。山水
有相逢。原来贵人是跟我告别，祝我将来一切都好，真好。这雨季可真长，我得趁今天天晴，赶紧去一趟钱庄，把这段时间赚的铜板换成银子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给我站住！娘，我错了，让你不读书，让你去逃学，家里供你读书容易吗？居然还敢去和人家打架，你要气死我吗？娘，我真不喜欢读书，要不我不读书了。你说什么？周姨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反了天了！你给我下来，不然我今天连树一块砍了！周姨，使不得，大锤就吃出了小孩子心性而已，你先把斧头放下。我不是说说，我就是要去当兵，保家卫国，当大将军。当什么狗屁的兵？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不活了！周瑜，息怒，气大伤身。大锤，先下了。我不，我下去娘会打死我的。你个小兔崽子！周姨，这大锤不喜欢读书，也不能硬逼着他。我看大锤骨骼清奇，倒是个学武的好苗子。也许他不长于读书，将来在军中真能有一番作为呢。对，三哥说的对，我就是想当大将军。三郎，你怎么也跟着他胡闹？三哥救命！我明白了，周姨，您先别气了，让三哥好好教训教训他。走走走，您不是说陪我去钱庄换银子吗？再晚人家钱庄开门了。圆圆，你跟我交个底，你和那个唐三郎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啊，就是朋友嘛。人家在咱家隔壁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。朋友，我看他看你的眼神可不像看朋友。他一个大男人，整天往你摊子上跑，今天还帮着大锤说话。真没什么，我和三哥的关系，我也说不清道不明，只知道看见他我就开心，不看见他，我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你这丫头，心飞到人家身上去了，还嘴硬。走，换钱去。圆圆，周一不问你和三郎的事了，只一条，你得记住，嫁人不是只看模样和一时心热。周一，那孩子看着不像寻常人家出身，若他家里门第太高，你嫁过去处处受拘束，我绝不会让你去受罪。咱们平头老百姓高攀不起那些大户人家。但话说回来，那个三郎人还是不错的，干活也踏实。若是他真能放下家里门第，愿意入赘咱家，招个上门女婿，周姨越说越离谱了，我不理你了。等你爹走镖回来，我得和他好好商量商量这终身大事。三哥，你是怎么和大锤说的？那个混世魔王竟然乖乖听话，安心回学堂读书了。很简单，和他打一架。打一架？你一个拿笔杆子的读书生打得过他？他觉得自己拳头硬挺厉害，那我就让他见识一下天高地厚。要是打不过我，他只能乖乖去读书。毕竟要想当军打胜仗，也不能是个大字不识的睁眼杀，兵法语图这些都要懂。圆圆，啊，怎么了？我有话和你说。如果我有些事一直瞒着你，你会生气吗？自然会生气。我徐媛媛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被人欺骗。给我砸，通通砸烂！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快跑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
钱掌柜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为什么要砸我辛苦支起的摊子？好好说，老子今天没把你的摊子一把火烧了，就算客气了。滚开！滚开！别挡道！找死！三哥，没事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动你。掌柜，根据大诏令，无故闹事者可要监禁半月，如果外带损坏财物，罪责加倍。有什么话不能走公堂好好说，带人过来欺负一个弱女子，算什么本事？停手！把证据给我抬上来！徐家丫头，这些钱都是你这些时日去我们钱庄换的，我们拿去上头总号清点的时候，才发现全都是假的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赚的都是干净钱。你说说你一个小姑娘，心肠怎么这么黑，敢做这种伤天害理、掉脑袋的勾当？这根本看不出真假呀！确实是假的。这怎么会这样？这假币和真币只有一线之别，造假手段极高，不是经营此道的行家根本看不出来。你平时忙于生意，被人用假币骗了。钱掌柜，就算我承认这箱子里的铜板是假的，但每天去钱庄换钱的商户那么多，你可有铁证证明这假铜板就一定是从我徐媛媛手里出去的？哼，要证据是吧？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先生，拿给他看。掌柜的，就是他！这3个月，他每次来换钱都是我亲自接待的。这几笔大款子我记得清清楚，绝对错不了。这些全都是你手底下养的人，你们串通一气，自然向着你们自己说话，这算什么证据？少废话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假一赔10。今天你要是不赔钱，就别想善了。你敢动手？我家大东家的堂兄的表舅的二侄子可是当朝尚书，你若是不赔钱，今天砸摊子事小，明天就把你们统统送进死牢。算了，不就是要银子吗？我给你们就是了。圆圆，但这钱绝不是我认罪赔给你的，这铜板到底是不是我的，还未有定论。我只是不想让你毁了我的吃饭家伙。这个够不够？够，太够了！三哥，这是我的事，不能让你花钱。圆圆，一块玉佩而已，别逞强。你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？我虽然读书不多，但我知道遇见了事必须自己扛，尤其是钱的事情上，我徐媛媛绝不低头依附任何人。圆圆，你没伤着吧？那群天杀的有没有打你？周姨，钱都没了，全都没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周姨在呢。摊子砸了再支，钱没了再赚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周姨，今天的事都因我而起，如果我能早点识破假币，就不会闹到这般地步。是我没部住圆圆，对不起您和徐家的信任。没事儿，圆圆，不就是钱没了？钱没了，咱们可以再挣，只要人平平安安的就行。姐，你别难过了，以后我最喜欢的果子全都分给你吃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好，平平最乖了，姐不哭了。你的钱虽然没了，但家里的钱还有你那份儿。有周姨在，咱们家日子还和以前一样，绝对饿不着你。
姨，大锤，你们怎么了？谁干的？姐，我们去钱庄给你讨说法去了。那群王八蛋根本不讲理，我们就跟他们干了一架。我咬了那掌柜的一口。你们怎么这么傻？那群人下狠手怎么办？快进屋，偏偏快去请林大夫过来。哎呦，花那老母子钱干啥？又不是什么大伤，养养就好了。别去叫那个坑钱货。多大的人了，要钱不要命？幸亏我听到动静来得及时，要不然你们娘俩可要遭罪喽。说钱我要钱不要命，你还不是贪钱的很，给人看病专坑街坊邻的钱，你上回还坑圆圆的诊费，有你这样做邻居的吗？心都被狗吃了。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我不伺候了，爱找谁找谁去。哎，你真劲不要啦？不要了！我现在改邪归正，不赚你们这黑心钱。哼！我说，你家那个唐三郎呢？平常看着挺靠谱的一小伙子，怎么一遇到事就没影了？连着几天没见人了，不会是见圆圆破产吓跑了吧？三哥他确实好几天不见踪影了，也不知去哪儿了，连句交代都没有。这世道，男人靠不住啊。圆圆一下子没了这么多钱，嘴上虽然不说，心里肯定难受的像刀割一样。咱们做父母的没别的本事，只能多干点活，为孩子多打算一些了。我绝不能就这么认输，他们能做局，我也能。居然还养小三，整条街谁不知道你钱掌柜是靠老婆娘家发家的？要是被钱夫人知道了这件事，看你这钱庄还开不开得下去。给我把这破门砸开！老娘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敢勾搭我男人，用老娘的钱养小贱人，反了天了！不是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！快打我！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给我往死里打，把这狐狸精的脸给我刮花！钱掌柜，这只是个开始，属于我的，我会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听说了吗？那个坑人的钱掌柜被抓了！可不是嘛，光溜溜的被绑着去游街了，连那个外室的院子都被抄了，外室卷钱跑了。这就是报应，让他坑咱们家圆圆，这下连老本都赔进去了。周姨，这就叫恶有恶报。钱夫人，叫我许娘子吧。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知道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，别紧张，我让人查过了，钱掌柜确实坑了你。不过你送去的铜板里也有1两假币，所以你不必赔那么多。这里是50两，另外还有10两是给你继母和弟弟的药钱，以及砸了你铺子的赔偿。徐娘子，这事儿是钱掌柜一个人干的，怎么能让您赔钱呢？再说了，这药费和修铺子也用不了这么多。钱庄在我的名下，自然与我有关。假一赔10的规矩是我定下的，所以我给你10倍补偿，收下吧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您才是钱庄的东家。小姑娘，你很有胆识，我很欣赏你。拿着这笔钱，好好做点营生。圆圆，这钱是你拿命拼回来的，你自己收着，别给我们。对，你自己留着当嫁妆。嫁什么妆？咱们圆圆有这本事，还得看她自己想干啥。圆圆，你那个小馄饨摊儿还打算继续开吗？周姨。不，我要开个大酒楼。周姨爹，我在想，开个馄饨摊儿，生意再好，1个月也就赚2两银子。但若是咱们盘下个大酒楼，不仅卖馄饨，还能卖其他的菜册，赚钱肯定更快。好，爹支持你。咱们家圆圆一定能当个大老板。好，那咱们就开酒楼。姐，你这想法太棒了！我来给你找厨子，这一片好吃的厨子我都认识。姐，你的生意一定红火。
老板娘，再来一壶好酒。好嘞，马上就来。我来帮你。三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娘，你看三哥穿粗布衣服都像个贵公子。可不是嘛，这小伙子真是不错。三哥，你那天那一脚太帅了，你教武功好不好？我要打坏人。好，以后有机会教你。去，别缠人家三哥了，人家累了一天了。就是，你个小屁娃，赶紧睡觉去。三哥，圆圆，对不起，我前阵子临时有事，走得太急，没来得及跟你道别。三哥，这段时间你去哪里了？这个，你看看。这是关于私铸铜钱案的文书。这是奏折，罪魁祸首已经抓到了，就是那位尚书大人。钱掌柜不是单纯碰瓷，他拿尚书私铸案里流出来的假铜钱，专挑小商户敲诈，你只是其中一个。奏折，普通人怎么可能拿得到奏折？三哥的身份绝对不一般。那你是为了调查这个案件才来到这里的吗？你是不是要走了？不全是。离家调查案件之前，我娘对我说，让我在江边看一位姑娘。姑娘？她说，她在江边遇到了一个好姑娘，想让我把人带回家当媳妇儿。那你见到那位姑娘了吗？见到了，就在眼前。圆圆，我见到了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我该回去了。圆圆，我这次来是和你告别的，我要去打仗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这个混小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大锤不见了！周姨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？跟着姐夫去打仗？他哪来的姐夫？大锤他说的不会是他。我把周围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，根本没有这小子的影子。这个混小子，等他回来，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战场上刀剑无眼的，他才15岁啊！姐！萍萍，怎么了？找到大锤了吗？不是大锤，姐，你猜我刚才在大街上看见谁了？是三哥，我看见三哥了。三哥，他在哪儿？今天不是太子殿下出征抵御异族的日子吗？我本来想去凑个热闹，看大军出城的，结果骑在高头大马上穿着铠甲的那个太子，竟然是三哥。三哥，他昨天晚上说要去打仗。大锤信里说的姐夫，不会就是太子殿下吧？姐，听说这次异族屯了100万大军在边境，是大招最危险的一次。大锤跟着去，那不是去送死吗？我去追他们，必须把大锤带回来。叫，再快点！三哥，逃散了！圆圆，你怎么追来了？大锤呢？大锤在哪里？姐，你怎么跟过来了？你个小兔崽子，长本事了是不是？敢留封信就跑，跟我回家！周姨和爹都快急疯了！我不回去，我要去打仗，我要当大将军！
劝我姐吧，我真的想保家卫国，我想当大将军保护你们。你才15岁，你连真刀都没摸过，你去送死吗？就算你想当兵，也得再历练些时日啊！姐夫，你给我放手！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。圆圆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过大锤的，绝不让他出事。我自然不让他去前线冲锋陷阵，我会把他带在身边亲自看着。男孩子也正好让他去军中历练一番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完好无损的把你弟弟带回来。你若是敢乱跑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！谢谢姐，谢谢姐夫。真是个没良心的。圆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的，只是后来不知该如何向你开口。我是大昭太子唐印之，而你上次在江边救下的那位妇人，正是我娘，当今大昭的皇后。皇后，三哥，既然你是太子，那我们的事你是怎么想的？此战胜，凤冠霞帔，我定回来娶你。殿下，大军该启程了。这事儿还没完，等你打赢了回来，咱们再说。等我。吃到时候，现在又吃到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是哪样？您不惊讶吗？其实，之前那个老太监来接你进宫当差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猜到了，所以我把郑娘子留下的信物亮出来，这才没让你进宫。当时觉得宫墙深深，咱们普通人家惹不起，怕你在那种吃人的地方受委屈。如今能看来，是缘分躲不过啊。圆圆，唐金枝去打仗了，归期未定，留给你的时间还有很多，你自己慢慢想清楚。娘子尝尝，还是当年的手艺。圆圆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这皇城里能在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商铺不多，全仰仗朋友帮衬，圆圆只是不愿认命罢了。皇帝身子垮了，贵妃母子已被我赶去封地，唐延之那小子不日便要登基了。他在等你，你呢？娘子，我怕情深缘浅，怕夫妻离心，更怕那吃人的深宫高墙。我怕我最后变成一个只能依托于夫君荣耀而活的提线木偶，那不是我想要的日子。好一个不愿依托夫君，眼下仗还要打些时日，我不逼你，你自己好好掂量。爹，周姨，姐，我回来了。你个臭小子，当年一声不哼就跑了，你知不知道老娘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周姨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是立了军功，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？回来就好，小弟长大了，是个威风凛凛的小将了。外头可真热闹，不知是谁家有聘礼箱子，都堆满了整整一条街。什么颜色，吃都堵不住你的嘴。爹，周姨，我出去一下。圆圆，我回来商女娶你了。三哥，这里人多，我们换个地方说。嫁给三哥，我不怕，
但嫁给大昭未来的皇帝，我怕。我怕被困在宫里，每天只会等着你的垂怜。我想做生意，想算账，想做徐老板，不想做谁的附庸。圆圆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但你听好，你善良、勇敢、坚毅，这太子妃之位你当得起。你我成婚后，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皇宫那些繁文缛节你不愿意做就不做，你还是你自己。嫁人和你做生意绝不冲突。你嫁给我，绝对不是仰仗我，而是我仰仗你，是我求来念来的。三哥，你让我再想想。好，我等你。自从唐英之登基后，皇后的位置空悬，酒楼的生意便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几位客官，你们这是？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诸位来我这酒楼撒野，怕是走错了地方。徐老板，今日你的酒楼我们包了，我们不吃饭也不点菜，就在这儿坐着。有人托我给徐老板带句话：一个在江边卖馄饨出身的低贱商女，满身洗不掉的铜臭味儿，就该早点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滚出京城。莫要不知天高地厚，妄想攀附飞龙。若是徐老板冥顽不灵，今日断的只是生意，明日断的就是生路了。沈家门阀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不能一手遮天。大家把这里收拾干净。今天关门歇业一天，明天照常开张。他们是冲我来的，但只要我徐媛媛还在一天，这酒楼就照开一天。沈家，来吧，我徐媛媛从江边卖馄饨一路走到今天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，想让我滚出京城，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都滚开！别挡了沈小姐的道！听说沈家原本想送沈小姐入宫为后，没想到太子当众向徐老板求婚，难怪沈家坐不住了。这徐老板惹上沈家，怕是凶多吉少啊！这地方连空气都透着股酸腐味。你就是徐媛媛，模样倒生得周正，可惜也只配在后厨里沾一身洗不掉的油烟味。沈小姐若是来用膳，酒楼欢迎；若是来找茬，恕不奉陪。这是赏你的，全当补偿。听说你从江边摆馄饨摊起家，也算是个不义的可怜人。不过飞上枝头变凤凰这种戏码，只在说书人的嘴里才有。大昭的皇后须得精通琴棋书画，懂百家诗书，知皇家礼仪。你一个满身铜臭，只会拨弄算盘珠子的商户女，大字都不见得识几个。若真穿上了那身凤袍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圣上眼盲？拿着这锭金子，趁早滚出京城，否则别怪我沈家不给你留全尸。沈小姐，这金子你拿回去。我徐媛媛的酒楼不靠别人施舍，也不怕别人威胁。至于皇后之位，那是唐英之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我只是一个开酒楼的，只想把我的生意做好。沈小姐出身高贵，想必这双娇贵的手只弹过娇尾鸣琴，从来没摸过柴米油盐吧？你什么意思？琴棋书画确实高雅，可它填不饱天下百姓的肚子。你笑我满身铜奏，但我手里的账本算的是真金白银的进出，是我徐媛媛清清白白立足于世的底气。治店如治国，账本虽小，理的却是人间百态。
天下再大，归根填底也不过是民生二字。若只懂在深闺里伤春悲秋，不知这斗米几何，布帛何价，那才是真正的不知人间疾苦。沈小姐觉得，皇上是需要一个只会被困在后宫里当花瓶的摆设，还是一个能与他知冷知热、并肩而立的人？说得好，徐老板靠自己双手赚钱，干干净哪里低贱了？就是，只会摆谱算什么真本事？你心眼利齿，粗鄙不堪！沈小姐若没有其他指教，这栋金子还请收回。我徐媛媛开门做生意，不收来路不明的施舍。好一个不知死活的商女！你以为有圣上的偏袒就能在京城站稳脚跟了？这件金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徐媛媛，你既然这么会做生意，那我倒要看看你的到底有多硬。不出3日，我定要让你的酒楼连一根青菜都买不到。我们走。老板，出大事了！城东张记、城南孙家，还有西市的粮油王，全派人来传了话，以后都不给咱们供货了。不供货，咱们可是签了白纸黑字，违约要赔10倍定金的。人家直接把10倍违约金连本带利全送来了，张记掌柜亲自磕头，哭着说这是得罪了天大人物，谁敢卖给徐教一根葱，明天就得被顺天府查封一家老小和西北风。沈尚书好大的官威，这是要靠银子砸断我的心肉。前厅已有客人上门，中午还订了5朝上房席面，可现在后厨连3盘素炒青菜都凑不齐，外面已经围了一圈闲汉，就等着看咱们关门大秦的笑话了。老板，您不是马上就要当正宫娘娘了吗？只要您派人去宫里递句话，求皇上下道圣旨，借那些商户100个胆子也不敢断货啊。是啊，圆圆，这分明是权贵故意刁难，这事儿只有3哥能压得住。若我今天借了唐银枝的事，就等于向全天下承认，我徐媛媛离了皇权就是个连菜都买不到的废物，只能做依附男人的丝罗。不行，绝不能找他。可是老板，这店马上就要开天光了，若靠他渡过此劫，正中沈家下怀。既然他们要把路堵死，那我就自己劈开一条生路。周姨、老李，听着，把门外迎客牌撤了，挂上东主有喜，停业半日的牌子，中午的订桌10倍退还定金，好好给客人赔罪。老板，您这是要去哪儿？陆路不通，那便走水路。我倒要看看沈家的手能不能遮得住那浩荡的漕运码头。把头兄弟，我要包下你们手里最快的2艘沙船，即刻下南收菜钓肉，日夜兼程。只要这批货能成，以后徐记的水路生意全归曹帮。徐老板痛快，水路我们说了算，沈家手伸不到江面上。可是这天气从南方调生鲜，到了渡口也得捂烂一半，更何况渡口到京城还有30里陆路，您怎么运进去？保鲜我来解决，把沿途能买的冰块全收购，船舱底层铺满碎冰，冰钱我出3倍。至于陆路，哪怕是用手捧，我也能捧进徐记的后厨。好，曹帮言出必行，即刻起航。姐，我没动官家骏马，这是我这几年打仗攒下赏赐自己买的私马。我看哪个沈家狗东西不长眼，敢断我姐生路！大锤，军中战马岂能私掉？今天这30里路渡，我亲自带兄弟们给你押镖，谁敢拦，我就剁了谁的爪子。下货，装马，带冰块连荒一起上马背，半个时辰内必须给我冲进京城。走！都日上3竿了，里面连点油烟都没飘出来。什么京城第1酒楼，得罪了我们沈家，连根烂菜叶子都买不到。
今天咱们就眼睁睁看着徐老板是怎么跪着把招牌摘下来的。什么动静？让开！都给老子躲开！这怎么可能？露露明明已经被封死了。沈家的手确实长，但还遮不住这大招的天。大锤，卸货！得令，兄弟们，办！掌柜的说了，今日徐记不仅有饭吃，还上新菜：清蒸太湖白鱼、冰镇脆笋、河鳞绞肉。这水香菜绝了，竟比京城本地菜次里的还要新鲜3分。主子，沈家管家已经灰溜溜撤了。太后本担心徐姑娘应付不来，让手下带来懿旨解围，看来用不上了。懿旨？我的圆圆从来不需要靠太后懿旨去活命。大小姐息怒！全京城都在看我们沈家的笑话。她不仅没关门，生意反而更好了。大小姐，商场规矩治不住她，咱们就不能怪她命薄了。既然明着压不死，那就只能让她吃官司了。好，我看她这次往哪儿逃。死人了！徐记的菜里有剧毒啊！都别动！顺天府办案，有人查实徐记酒楼暗下剧毒，蓄意谋财害命。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索拿入狱，听候发落。你们胡说！我们酒楼怎么可能下毒？你们这群狗腿子，分明是看不得我家生意好，来栽赃！谁敢碰我闺女一根头发，老娘今天就跟你们拼了这条老命！周姨，把刀放下，千万别冲动。沈家下了死手，布下天罗地网。若是周姨上了官差，便是铁板钉钉的造反大罪，到时候谁也保不住我们。这位差爷，我这时刻倒下不过数息，连伙计都没来得及出门报官，差爷便已如神兵天降。怎么，如今顺天府尹都是能掐会算的半仙？少他娘的废话！苦主躺在地上，人赃并获，有冤屈留着去死牢里说。抗拒执法者，罪加一等，拿下！我看谁敢动我姐！徐将军，你带兵包围酒楼，是要阻碍官府办案吗？办案？我看你们是来办命的。让老娘看看谁死了！死老娘！你跑哪儿去了？这时候才来！行了，别装死！面色发青是涂了清代，白沫是嚼了皂角粉，头晕是因为提前服了过量的醉仙草，根本不是剧毒。你说没毒就没毒，本官只看人吃倒了，把这毒妇带回顺天府，关入大牢细细密审。你敢？好一个细细密审！既然涉嫌人命，我要顺天府大开中门，公开堂审，让全京城百姓来看看，这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府。大胆徐氏，就算这药不致命，也极可能是你掺在菜里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来人，先打20大板再问话。谁敢？我有铁证在此，谁都不准动他！徐掌柜，此乃顺天府公堂，你这般强闯，我来送证据。府尹大人，且看仔细了，
3日前，有人拿着沈尚书府的对牌，在我钱庄提走了1000两现银。而昨日，这地上躺着的几个苦主，恰好每人往自家户头上存了100两。这是钱庄的银票流水，每一笔都有独一无二的连号。再不说实话，老子现在就按军法把你们骗成1000片！大人饶命！是沈家，是沈家的李管家给了我们钱，让我们今天来徐记酒楼装死闹事，要把徐老板送进死牢啊！胡说八道！人证物证俱在，府尹大人，这案子您打算怎么判？刁民诬告，沈府管家买凶构陷，即刻罪收押。徐氏无罪释放。多谢许娘子。是你自己立的账，经此一计，你徐老板的名头怕是要响彻整个京城了。废物，一群没用的废物！走，别让人认出来！好个贱民，竟然联合钱庄和军方来打我沈家的脸！既然这丫头如此难缠，老夫便只能请天威了。去皇宫，老夫要面见太后，请下懿旨。太后明鉴，那徐氏不过是一介市井商女，满身铜臭，刁钻泼辣。若由这等下贱之人入主中宫，岂非辱没大昭100年国威？恳请太后下懿旨，即刻废除这门荒唐的婚事。沈家哪里是为了大昭国威，他们怕的是一个市井姑娘凭自己的本事撕开沈家把持朝堂的口子。太后娘娘，这些老大人跪久了，只怕要闹出事端来呀。当年徐家救过哀家的命，哀家记着。可后位不能靠命恩讨令来，更不能靠皇帝偏爱硬塞给他。桂嬷嬷，你带半副仪仗出宫，请徐媛媛入宫。奴婢遵旨。传太后口谕，请徐氏媛媛即刻入宫觐见。来人！不能去。圆圆，你别怕，我这就去拿当年郑娘子留下的玉佩信物。她记着咱们家的恩情，她一定不会害你的。周姨，以前是您挡在我前面，但这次我要自己去面对。民女遵旨。民女徐媛媛叩见太后。起来吧，知道哀家今日为何单独召你来吗？民女知道。你知道的还不够。满朝文武都在逼皇帝废了你这门婚事，他们骂你市井，骂你商女，骂的不是你一个人，是这天下凭双手活命的百姓。哀家若今日只凭当年恩情护你，你往后每一步都要被他们说成仗着哀家的旧恩攀附皇权。你要嫁入皇家，究竟是要赢之一人的偏爱，还是要一个能与他并肩替百姓说话的位置？你想清楚了吗？太后娘娘，民女不图荣华，更不图当年的恩情回报，民女图的从始至终都只是唐英之这个人。民女有养活家人的本事，若要放弃自我，依附皇权苟活，民女宁可终生不嫁。你倒敢说！娘娘问我图什么？我图的是与他并肩而立的资格。他承诺绝不折断我的羽翼，那我便要向天下证明，我徐媛媛绝不是攀附的丝萝，而是能替他方风荡雨的大树。好一个并肩而立，好一个不做攀附的丝萝。
既然你要的不是哀家的庇护，哀家就给你一个堂堂正正自证的战场。10日之后便是万寿节，这场国宴全交由你来主理。若你能让满朝文武心服口服，哀家亲自为你证明，为你加冕。若有半分差池，哀家也护不住一个只会逞强的人，你便自己收拾行囊，永远离开银枝。你可敢不用救恩，不靠皇权，只凭自己的本事接下这道旨？民女遵旨。退下吧。这不仅是一场赌局，更是太后把我推到天下人面前的试金石。我若退了，就再没有资格与她并肩。圆圆，我母后这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上，国宴何等庞大复杂，沈尚书必会借刀杀人，逼你知难而退。我绝不允许他们拿你当活靶子。我这就回宫请母后收回成命，哪怕掀了这朝堂，也不能让沈家把刀架到你脖子上。三哥，你若现在取消赌局，不仅坐实了商女祸国的骂名，更会辜负太后给我的这条自证之路。你曾承诺给我证明自己的自由，若连这一关都过不了，我有什么资格与你并肩而立？可那是国宴，暗箭难防。那就折了他们的剑。他们不是嫌我满身铜锹是个厨娘吗？那我就用他们最看不起的商贾手段，在国宴上堂堂正正赢下来，狠狠打他们的脸。好，既然你要战，我便给你清场。这10天，宫外所有试图插手的朝堂案件，我替你挡得干干净净。这深宫里的主场，我完完全全交给你。怎么回事？御厨人呢？回徐老板，总管大人说，昨夜不知怎的，御膳房138人，清早集体称病罢工了。去，回禀你们总管，既然病了，就全给我滚回屋里躺死。国宴之前，原御膳房的人谁敢踏入此地半步，乱棍打死。姐，人我带到了。这女人疯了吧？居然调了一群伙夫来接管国宴。听好，忘掉宫里的繁文顺节，全按我酒楼流水线规矩办。1区洗切，2区配菜，3区火候，4顾颠勺。50人编成5队，1人盯死1道工序，交接动作不得超过3息，听懂了吗？走这边。徐老板，误会呀！奴才们刚才吃错药，现在全好了。这国宴还得靠奴才们主厨啊！现在想干了，晚了。大锤，把这些抗旨称兵的刁奴全给我轰出宫去！得令，滚出去！老板，你快来看，这是今早新到的一批海货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好个釜底抽薪！沈尚书，你这是要把我逼上绝路！老板，主菜食材全坏了，距离万寿节只剩3天，重新调拨已经来不及了。哎呦，徐老板，这可怪不得下官。连日烟雨，这水路不畅，海卫们在船舱里发了霉，那也是老天爷不赏脸。下官已经尽力了。您这通天本事的商界奇才，总不至于被几斤烂海鲜憋死吧？老子在边关跟异族拼命的时候，你们这群肥猪在京城里玩阴的，送皇家的东西连兵舰都不用，糊弄鬼呢！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，拿你的狗头炖汤？你敢！我是朝廷命耿起，徐媛媛，你要是纵容亲弟杀官，那就是造反！大锤，住手！姐，他们欺人太甚，没了主菜，这国宴端不出东西就是抗旨欺君，横竖是个死。我先宰了他垫背，大不了我去向皇上请罪。杀了他，这口黑锅就真扣死在咱们头上了。沈尚书的连环计打得真响，正巴不得你一剑抹了他的脖子，好名正言顺的让禁军拿人。到时候你我连站在大殿上自证的资格都没了。把剑收了。3天，
没了这些名贵食材，国宴将计就是大罪。我看你拿什么赌上藩邦时间和满朝文武的嘴？3天，没有海参鲍鱼，国宴照样开。他们想让咱们死，咱们偏要活给他们看。谁规定的？天下第一的美味必须得是金银堆积的腐朽之物。谁说国宴就非得吃这些金贵东西？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民间底蕴。老李，笔墨伺候。老板，不吃金贵东西，难道让藩邦使节跟着咱们吃糠咽菜？这可是杀头的欺君之罪呀！谁说民间之物就是糠咽菜？既然他们想用山珍海味逼死我们，那我们就掀了这奢靡的桌子。这哪里是国宴菜单？这分明是城外脚夫客栈里的土产饭呐！大锤，立刻带人出宫，去我自家的酒楼库房的最顶尖的白菜萝卜给我拉来。是，姐，我这就去把京城最好的菜都给你弄来。我要用最不起眼的平民食材，做一套惊天动地的锦绣山河宴。汤成了。我做了大半辈子厨师，从未见过把民间熬汤手艺推向如此极致的做法。我倒要看看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平民商女，在烂了所有顶级食材后，今晚能端出什么狗屁玩意儿？只要菜一出丑，我便当场要了徐媛媛的脑袋。吉时已到，传膳。荒唐！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！太后娘娘，此女竟将这喂猪的糟糠之物端上龙桌，端到列国使臣的面前，这分明是视大昭国威为儿戏，是滔天的欺君之罪。臣恳请即刻将其所拿正法以儆效尤。大昭国宴竟吃带白菜，这若传扬出去，我朝颜面何存？大昭皇帝陛下，难道贵国国库已经空虚至此，连一顿正经的肉食都拿不出来了吗？谁说我大昭国国库空虚？又是谁定论这白菜便是猪食？沈尚书，你说这是猪食，那我问你，大昭的百姓逢年过节才舍得杀一只鸡熬一锅汤，用最新鲜的白菜心做这一道菜敬奉长辈，在你眼里，大昭子民赖以生存世代相传的手艺就是猪食吗？还是说在沈尚书眼里，只有你沈家吃得起的山珍海味才叫菜，天下百姓吃的都是猪食？沈尚书连尝都没尝，就断言这是水煮白菜，莫不是平日里山珍海味吃的太多，连眼瞎鼻塞的毛病都一并染上了？你放肆！太后娘娘，臣女接管御膳房，立下军令状，今日这每一道菜皆耗费了无数心血，菜是用来吃的，不是用来凭空污蔑的。臣女恳请诸位大人使节先品尝，再定夺。若品过之后，诸位仍觉得这是猪食，臣女愿当场领受死罪，绝无半句怨言。准。哀家今日便让满殿文武先尝，再论罪。众卿用膳。鲜，太鲜了！外臣走遍列国，尝尽天下美味，却从未尝过如此醇厚却又如此清透的绝味。这究竟是何等神仙之物？这汤确实非凡，老夫为官30年，从未在国宴上喝过如此有滋味的清汤。
好一个开水白菜，极简之中藏着极繁，民间之物亦能登大雅之堂。千丝卧雪，锦绣山河。就算这味道尚可大白菜、豆腐、萝卜皆是乡野贱民充饥之物。今日乃大招国宴，你拿这些低贱之物敷衍外臣，便是罔顾礼法，乱了尊卑体统。尊卑体统？敢问沈尚书，大昭的江山是靠什么打下来？是靠那些你们口中贱民种出的大米，是靠他们交上的赋税，是靠他们一刀一剑在前线用命拼杀出来的。古语云：民以食为天。百姓的菜篮子里装的是天下的安躺，是大昭的根基。诸位大人身居高位，吃惯了民脂民膏换来的山珍海味，却连百姓最常吃的五谷根增都视为低贱，连根本都忘了，还谈什么治国理政？压轴主食上殿。朕吃过这世上最好吃的东西，便是这一碗馄饨。它让朕铭记大昭的天下，不在皇城的琉璃瓦里，而在百姓的万家灯火中。当年一碗馄饨救人心，今日一碗馄饨定国本。好一碗知民间疾苦的压轴宴。大昭皇后之治，令外臣大开眼界。沈尚书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惶恐。惶恐！哀家看你们是把百姓的根都忘干净了。你们仗着祖辈余荫结党营私，穷奢极禄，张口闭口国威体面，却连国之根基在民都不懂。今日若非徐媛媛菜榜撑起了国宴的体面，大昭的颜面早被你们这些蛀虫丢尽了。世人皆说商贾重利，但在哀家看来，徐媛媛运筹帷幄之能不输军中主帅，体恤民民之心更胜满朝文武。她懂柴米油盐，才懂江山社稗的斤两。她从泥土烟火里来，才知道天下百姓要的是什么。这样的女子，若不配母仪天下，难不成靠你们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酒囊饭贼吗？朕的眼光从未错过，大昭的皇后只能是徐媛媛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吾皇万岁万岁！当年你救哀家的命，今日你凭自己的本事救回大昭的脸面。媛媛，这天下交给你和言之，哀家放心了。从江边卖馄饨的市井孤女，到掌勺国宴逼退沈家，这一切竟像是一场惊险至极的大梦。可是梦醒之后，这深宫红墙真能容得下我吗？在想什么？嘘，这买不能甩掉了。徐老板，可愿陪我出宫走走？这里是……还记得这里吗？7、8年前就是在这个位置，你端给我一碗加了料的热馄饨。跟我说不要钱，那是这辈子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你今晚胆子真大，敢拿白菜豆腐做国宴，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驳斥沈家。媛媛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大殿上闪闪发光的样子，让我多骄傲？是当年钱庄假币案时，他想用来替我赔偿，
却被我决然退回的那枚玉佩。这枚玉佩，我一直带在心口，时刻提醒着我，我爱上的姑娘有着这世间最坚韧的傲骨。圆圆，朝堂的难关你替我闯了，沈家的骨头你也替我敲碎了，现在，你还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三哥，我愿意。可是三哥，我今晚还不能跟你回去。怎么？我想回一趟徐家，我想见见周姨，见见我爹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今天的徐媛媛。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死丫头，还知道回来呀！周姨，我要当皇后了，可我害怕，我怕宫里的日子我做不好。怕什么？我见过那么多孩子，不会看走眼。三郎对你是真心的，咱们一家人都知道。太子怎么样，皇帝又怎么样，有什么厉害的？我们圆圆还是靠自己闯出来一片天的呢。现在京城谁看到你，不得恭恭敬敬喊一声徐老板？别说做皇后，就是做王母娘娘，咱也是配的。周姨，您这话说的太过了吧？哪有这样夸自家闺女的？一点都不过，咱们圆圆就是个顶顶好的姑娘。帝后怎么了？那不也是夫妻？只要你们一条心，定能把日子过好，和和美美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你俩过不好，你自己一个人照样能好好的。还有我们一家人做你的后盾呢。大锤现在的刀可立着呢。我不退，一步都不退。我们会把日子过好的。圆圆，你嫁给我，是我一生之幸。我必珍之、重之、念之，不离不弃，不毁不伤。陛下，臣妾信你。